Hello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听得见吧？听得见吧？啊，听得见就行。对，晚上好，各位朋友们，晚上好。昨天呢，我们电影标人破了10亿嘛，然后，这段时间大家的一路支持，就挺开心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也希望你们还是继续的支持下去，所以找到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天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，或者是想聊的，也可以聊。谢谢大家的夸赞鼓励。哎呀，都吃饭了吧？现在都9点，都吃饭了吧？9点了已经。哎，你们问的问题好快啊！问的好快，你们帮我截一下，然后怎么？要不你来这边？怎么看待？我看不太清。对，哎，你让那个来这儿。这个今天去训练了，去山里跑山了，所以刚刚这个发型也是比较乱啊，卡个眼罩吧，没有搞造型。OK， 好，那来吧，开始聊啊。我最怕的就是这种，其实就是直播的时候尬在这儿，就是战术性喝水，战术性吃点东西。有一个是吧？怎么看待网友都叫何以璇邪恶猫头鹰？复刻一下邪恶猫头鹰表情包。我觉得网友们都太有才了。对，确实是我刷到了很多这个有意思的一些点，比如说这个邪恶猫头鹰，是吧？那让我复刻一下，复刻有什么表情？哪一个表情包？邪恶猫头鹰来也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是比较傲娇的那个感觉吧，就是来，邪恶猫头鹰来也，这种感觉吧，是吧 ？OK， 这过吧。还有一个大漠最闪耀的可汗叫驾到，哦哟，这个这么凶，这个。OK， 下一个，手你们来啦！这个跟这个有啥区别吗？哦，一个是瞪右眼，一个是瞪左眼是吗？手你们来啦！行不行？可以吧？可以。OK， 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我看到很多人说人物小传，对这个看情况吧，好吧，这个对。第二个问题，网友们都在讨论何以璇一边狞笑一边落泪的原因，谈谈自己当时表演的想法。其实这个在路演的时候我也说过了，但是因为时间原因没有说的那么详细具体吧。大家都看过漫画和动漫吗？其实他落泪这一滴泪啊，这一滴泪对阿月肯定是有感情的，
他这个感情怎么说呢？是那种真的是深情，真的是大家理解当中的那种爱意吗？不一定。就何以璇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爱，因为他就是在一个特别，他在12岁之前我写的人物小传里面他是在12岁之前是在算是有爱的氛围下长大的，但是呢后来他心智还没有成熟，他就已经面临着很多的问题，就是要背负着家族的荣耀，还有他几个哥哥战死沙场，父亲也腰伤，那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怎么说呢？他我觉得原本12岁之前应该是过得很幸福的，算是无忧无虑的，就意气风发的那种少年吧。你看他在家里面也是排行老三，那有很多事情都不需要他去出面，他不需要他去解决，他有哥哥们在，还有父亲在，而且他的父亲，他们合一家族跟老穆家的这种势力是相当的，所以他们两个才能联姻嘛。那后来一系列哥哥们也战死沙场，父亲也腰伤，他命里的唯一一道光，他在最无助的时候，阿育亚给了他这2个羽毛，那对于他来说是一道曙光。那你想想，突然之间又退婚了，然后退婚的时候是怎么退婚的呢？他已经照顾了他父亲3年，久卧不起的这个情况，然后其他家族也一直在欺压他们家，一直在欺负他们家，跟他就是他想要代表他们家去谈判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其他家族对他都是不理的，因为他没有资格成为这个族长之后才能有那个资格，所以他没办法，那个算是他的一个契机，一个时机，也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说他为他自己的父亲解脱，所以就弑父嘛，弑父，但这一幕恰恰又被老穆看到了，所以被退婚了。那对于他来说，整个事件要崩塌了，所有的一切希望破灭了，所以他跟这个裴世驹他们合作是唯一的一个希望嘛，当时是，所以那一滴泪，你说对阿育亚有没有情？有情的，肯定是有情的，但这个情已经是偏执的一些情吧，也有一种可能是，就是我看到有网友说我何以璇本不该走到如此，但是已经走到如此的地步了，没办法，没有可退了，退无可退了。曾经的少年，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不存在了，这个时候已经把曾经的长辈老穆的人头都放到自己的爱人面前，你说他悲不悲痛？就特别复杂的。其实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很多的想法，有很多的这个想象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演员去演了这场戏的时候，现在被大家讨论，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，而且也感谢片方把这一滴泪给保留下来了。因为怎么说呢，剧本里面并没有写你这个地方要流一滴泪，必须要流，并没有写的。但是你要当时演的时候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原著粉嘛，然后看了漫画，然后又看了动漫，然后写了人物小传去争取了这个角色。这个角色在现场的时候，当然也有很多创新啊，也有很多的这个创新和改动的地方。那先尊重，先展现出来八爷和金哥他们想要的那种感觉之外，我也希望就是说还是带着一点原著的感觉在演这个角色。所以其实你看过原著、看过漫画和动漫的话，应该都能理解为什么滴那滴眼泪的。对，然后现在大家也看到大家所讨论的这一滴泪，其实给这个人物丰富了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然后也感谢标人的团队，把这一滴泪留下来了，让这个人物更加的丰满。包括最后要掐着他的那一刻，
其实他还是没对阿玉是没有下狠心的，就是还是对他还是那个是吧？没下定核心，所以被反杀了嘛。当然，这个结局，那何以璇的结局肯定是要惨的，因为他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。也许他没有办法，也许他没有什么选择。就像之前有一个哪个角色的台词来着？就是如果有光明之路可以选择的话，谁又愿意选择这条路呢？就跟那个一样的，其实他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环境下长大的一个大漠里的孩子，本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大漠生活，跟自己的这些发小是吧，阿鱼呀、蜜儿呀、鱼吉牛罗呀、大赖小赖、噜噜噜，对吧？我们一起骑马，一起摔跤，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战争，然后又没有这种家族之间的勾心斗角，那他原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的，但没办法。所以这一滴泪，对，也对。反正大家，我觉得现在你们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感受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想象，我觉得都是大家的权利和大家的看这个片子、看这个角色人物跟人物之间的一些想象，我觉得都是对的。对，那下一个问题，说的有点多了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不好意思，确实是因为，又说回来，而且这一场戏是我开机，我这个角色的开机第一场戏，那天其实压力特别大的，然后又是吧，跟梁老师也是第一次合作，然后又是这么重的一场戏，但是其实去演之前，我脑子里面就是有一个画面了，一个想象，然后到了现场再跟八爷、再跟金哥、再跟对手演员去讨论怎么样把它合理化。好，下一个问题就是拍骑马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？骑马戏的时候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叉腰骑马嘛，我这个角色原著里面就是叉腰骑马了，那我希望还是还原一下，所以不管他跑起来还是这个平时的就不管是跑起来还是站定那儿，我基本上都是叉着腰骑马。然后还有一把刀，那一把刀我也是反着来骑，或者是立起来，这些比较深刻吧。就是在大幕里面，而且是在大幕里面是第一次骑马，所以还挺爽的。